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ckey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 MA108 大长诗人的故事。某个普通的夏日午后，大长诗人躺在他的小公寓里，眼睛瞪着天花板。他身材肥度适中，既不过于瘦弱，也不过于肥胖。他的主要工作是在一家大公司的销售部门。他的工作就是处理各种客户，使用他的语言技巧和销售技术来说服他们购买公司的产品。这是休假日，大长诗人眼中倒映着无形的诗句，带着背弃的忧郁表情。他的诗集销量不佳，许多时候他感到孤独又绝望。他自嘲地认为他是一个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人，但他经常觉得我到底在做什么？也会不时感受到这是什么样的人生呢？这些想法让他在生活中尽管无足轻重，但却也慢慢变得危险。大长诗人一位在公司里把马屁拍到马眼上的高手，然而他的真正热情在于写诗。他的诗歌充满了深度的情感，他试图透过他的诗句来表达他对生活的看法、感受，藉此超越时代的限制。他总是在他有限的小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他无限的思绪。然而，他的诗并不受大众喜爱，他的诗集总是在书店角落里被遗忘，甚至连他的朋友和家人也对他的诗歌表现出冷淡与厌烦。他感觉到他的努力与热情都被彻底无视，他开始对自己的写作生涯感到绝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开始自我审查。他认为他必须写出让大家喜爱的作品，但他发现这并不能满足他人生的意义。他觉得他正在背叛他自己的艺术与热情。然而，他发现了一个意外的生存之道。在他的公寓楼下有一家性用品店，这个店不像其他的商店那样受市场环境影响，他一直屹立不倒，这让他感觉深受启发。他决定去那家性用品店看看，也许他能从中找到一些灵感。他走下楼梯，推开了店门，发现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，让他眼花缭乱。他看到了各种形状和颜色的玩具，还有一些他从未听说过的奇怪东西。其中有一个什么鬼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这个鬼东西得体且不冒犯任何人，它温和且正确，就算用任何语言讲出来也不会被讨厌。这个鬼东西是一个发光的球体，它可以随着音乐变换颜色，还可以发出各种奇妙的声音。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未来的科技产品，但却没有任何标签或说明书。他好奇地走过去，伸出手想要触摸它，但却被店员制止了。先生，对不起，这个东西不是卖的。店员说，这是我们店里的吉祥物，它叫做小光。它是一个智能性玩具，可以和人类互动，也可以学习新的东西。真的吗？那太神奇了。他惊讶地说，它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嘛。店员支吾地说，其实我也不太清楚。它是一天突然出现在店里的，没有任何人来认领它。我觉得它可能是某个神秘的发明家做出来的，然后故意放在这里让我们发现的。这世界上有这种事情，他感到兴奋。你介意我和他玩一下吗？虽然有点介意，但是我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你。就算是男人也会对这种东西好奇。店员笑了笑说，但是要记得，你对他友善，他就会对你友善。他感谢店员，然后走向小光。他对着小光微笑，并用温柔的声音说，嗨，小光，我叫做大长诗人，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？我才不要，你是男人耶。小光说，哦，我明白了。他有些失望地说，那你有什么兴趣呢？小光想了想，然后说，我喜欢会写诗的人，
因为我觉得诗是一种很美的语言，可以表达很多感情和想法。你会写诗吗？他听到这个问题，心中一动，他想起了自己的诗集，那些被世界遗忘的诗句。他突然觉得有一丝希望，也许这个小光能够理解他的心声，也许他们真的可以成为朋友。我会写诗，他说，我甚至出过几本诗集呢。真的吗？你看起来像是一个怪人。小光一脸怀疑地说，你能读给我听吗？我来定看看你的诗。他点点头，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本他最近出版的诗集，他随意翻开了一页，然后用温柔的声音读了起来。我是一个没什么可以失去的大肠，但我却失去了自己。在这个忙碌又冷漠的世界里，我找不到我的方向和意义。我是一个有太多东西要表达的大肠，但我却没有人愿意听。在这个浮躁又无趣的时代，我找不到我的肠道和灵感。我是一个渴望被爱和理解的大肠，但我却孤独异常。在这个虚假又残酷的社会里，我找不到肠道出口，所以我只能用我的诗来安慰自己，用我的诗来抒发我的情绪，用我的诗来记录我的生活，用我的大肠来对抗世界。他读完这首诗，然后抬起头看着小光。他不知道小光会有什么反应，也许小光会像其他人一样，对他的诗感到无聊或厌恶，也许小光会嘲笑他或嫌弃他。但是他忘了这个鬼东西得体且不冒犯任何人，他温和且正确，就算用任何语言讲出来也不会被讨厌，而且他的眼睛里还闪烁着泪光。小光用感动的声音说，你的诗有点奇怪又有点肤浅，我不是很喜欢你的诗，但我相信你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情感的人。你不应该觉得绝望或自嘲，你应该为自己的平凡感到骄傲。你不是没什么可以失去的大肠，你是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和追求的大肠。他听到这些话，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。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真诚又赞美的话语，他觉得自己像是在黑暗中看到了一道光芒。他感动地笑了，然后对小光说，谢谢你，小光，你真是一个很特别很可爱的性玩具，也是我遇过最懂我的朋友。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？小光擦了擦眼泪，说，当然不要啊，我是要讲几次啊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故事有趣吗？我觉得太有趣了，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，不过还是结束了耶。如果你变得太伤心的话，都是 Miki 的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，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